鬼影是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在1887年创作的一部经典短篇小说。这部小说以其恐怖的情节和深刻的心理描写而闻名，被认为是恐怖文学和心理恐惧文学的代表作之一。第一部分，奇怪的感觉。在故事的开始，主人公是一位法国绅士，他的生活过着相对平静。然而，他开始感受到一种奇怪的不安，这种不安似乎来自一个他无法解释的感觉。他的日常生活被逐渐的扭曲，他感觉自己被一个看不见的存在所困扰。他在日记中开始记录这种感觉，他描述了在夜晚他感受到的不安和恐惧。他写下自己在床上躺着，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力量正在靠近他，他无法移动，也无法发声。这个部分揭示了主人公最初的心理状态，以及他对于无法解释的现象的困惑。第二部分，影响的加剧。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，主人公的不安感变得越来越强烈。他注意到他的饮水量不断增加，而他却不记得喝了那么多水，这引起了他的怀疑。他开始质疑自己是否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受到鬼影的控制。他开始尝试以科学的方式解释这种现象。他放置水杯在桌上，但水杯却似乎被看不见的力量移动，最终掉落并摔碎。这个情节凸显了主人公努力寻找合理解释的无奈，同时也加剧了他对于自己无法掌控的症状的不安。第三部分，精神崩溃。时间慢慢的过去，主人公的心理状态逐渐恶化，他变得越来越孤立，无法与外界沟通。他感觉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受到鬼影的控制，他的意识变得混乱。他开始怀疑他是否能够区分现实和想象，并且对于他自己的身份感到迷惑。主人公在日记中表达了他的恐惧和绝望，他感到无法摆脱鬼影的影响。他尝试寻求帮助，但他的话被视为风言风语，使他更加孤立。这个部分凸显了主人公内心的挣扎，以及他日益失去对现实的信心。第四部分，融合与消失。跟随故事的发展，主人公越来越深信自己成为了鬼影的媒介。他开始感觉自己的意识与鬼影融合在一起，无法分辨彼此。他变得对于自己是否还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感到迷惑。故事达到高潮，主人公的精神崩溃到了极点。他在日记中表达了对于无法摆脱鬼影的无助感，并且最终关上了自己的房门，失去了踪影。这个部分描绘了主人公心灵的崩溃和他对于现实界限的迷惑。结局，未知的命运。在故事的结局，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已经到达极限，他的精神崩溃和恐惧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。他在日记中表达了对于无法摆脱鬼影的无助感，他感觉自己已经无法对抗这股超自然的力量。他写下了最后一条日记，表达了他对于自己的绝望，对于鬼影的无法理解，以及对于他的精神崩溃的无力。然后主人公关上了自己的房门，将自己锁在里面。这个结局是极其具有象征意义的，他的行为表达了他对现实的逃避，也可能代表了他对于鬼影的投降。这个结局让读者感受到主人公的绝望和无奈，同时也让读者对于主人公的命运充满疑问。这个结局之所以称为未知的命运，是因为故事没有明确交代主人公的最终结局，读者无法确定主人公是逃避现实而自我困在房间里，还是被鬼影所消灭。这种未知的结局增加了故事的神秘感和戏剧性，同时也引发了读者对于故事的深入思考。通过这个结局，莫泊桑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深度的心理恐惧感，读者被留在无法确定的状态中，不仅让他们对于故事的结束感到好奇，同时也反映了人类面对未知和超自然力量时的无助感。这个未知的结局使故事更加引人入胜，也使鬼影成为了恐怖文学中的经典之作。鬼影通过主人公的经历，
探讨了人类对于超自然现象和未知力量的恐惧，以及心灵的脆弱性。小说中的恐怖元素不仅体现在外部的危险，更体现在主人公内心的纠结和崩溃。这部作品对于人类心灵的深层探索，使其在恐怖文学中独具价值。《鬼影》是一部充满心理恐惧的经典小说，通过主人公的视角展现了一个充满恐怖和不确定性的世界。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主人公的内心变化，使读者能够深入感受到他的恐惧和绝望。这部作品不仅在恐怖文学领域具有重要地位，也是对人类心灵脆弱性的深刻探索。